乌克兰无人机部队终于成型了。就在5月5号，根据塔斯社的报道，乌克兰副总理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对外宣称，已经完成了对1万名无人机操作员的培训，用于对抗俄罗斯的进攻。那么，在大反攻即将到来之际，乌军会如何使用该部队？他们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关于这件事，乌克兰副总理费多罗夫近日表示，乌军已经筹集了数亿美元用于组建该国的无人机部队，现今已经训练了超过1万名无人机操作员，未来将参与进春季反攻中。而在此前，乌克兰国家特种通讯局表示，今年将拨款8.55亿美元用于采购无人机，而乌国防部此前也宣称，将从预算中划拨约5.44亿美元用于扩大乌军无人机的规模。这些无人机都将通过星链卫星终端由乌军无人机操作员使用。费多罗夫还表示，乌克兰计划启用超过60家制造军用无人机的公司，里面甚至包括能对俄军无人机进行空对空作战的无人机。根据此前的报道，乌克兰早就拥有了半自主攻击无人机和采用人工智能的反无人机武器。去年，费多罗夫还在接受采访中说道，完全自主的无人机代表了乌克兰武器研究合乎逻辑和不可避免的下一步。那么这批无人机部队能在大反攻中发挥哪些作用？首先是无人机侦察和监视方面，特别是对低空目标的监视，比如俄军直升机。虽然直升机的飞行速度并不快，但它却能超低空飞行，期间利用地形地物进行遮蔽，使其能够较为隐蔽地接近敌方，突然发动攻击，然后再以超低空飞行的方式脱离危险区。在现今的俄乌战争中，乌军也一直饱受着俄军直升机的困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乌军便发明了一种新战术，也就是使用成本较低的商用无人机飞到100到200米的空中，借此对俄军超低空来袭的直升机进行提前预警。由于这些无人机飞得高看得远，使其能在较远距离上观测到俄军直升机的动态，就算俄军直升机处于低于树梢的高度，飞行也能被发现。如此一来乌军地面防空人员就能及时得到预警，然后以便携式防空导弹的红外制导设备提前进行制冷，同时预先将导弹瞄准俄军直升机来袭的方向，一旦进入有效射程，就能即刻开火。借由这个战术乌军取得的战果很不错。此前乌军曾发布过一段视频，乌军无人机在侦测到一架俄军米24直升机进行低空飞行后，就一直让镜头跟着这架米24。不久这架米24就被导弹击中了，在一团火光中坠地爆炸。从这个视频中大家也可以看出乌军无人机肯定早就发现米24了，并且镜头持续跟踪了很长一段时间。期间将情报通知给地面防空导弹部队，提前让射手做好了射击准备，这才如此的将其打了下来。那么这里可能有人会说，这种事情只是偶然，不能证明什么。但是乌军之后也曾数次发布此类视频，一次两次是偶然，反复出现只能证明这已经是乌军一种非常成熟的战术了。即使使用无人机作为高空观察哨，提前发现俄军直升机的动态。对于地面情况也是如此，乌军能在无人机升空之后，距离数百上千米，借由无人机在高空中侦察地面俄军的动向，并以此制定作战计划或者指挥远程炮火打击。比如说在今年3月份，乌军官方曾对外公布了一个视频，内容显示，乌军借用2架商用无人机，在距离俄军目标大概1公里的情况下，借由摄像头实时监控俄军的动向，然后将摄影内容投影到了指挥部内，然后指挥人员根据一系列软件计算出俄军的精确位置。随即乌军指挥官使用对讲机将迫击炮的射击参数告诉了前线炮兵，炮兵在调整好了炮管的俯仰角和射击方向后，一击摧毁了俄军目标。以上这些操作在大反攻中也能发挥很大作用。而除了侦察和监视外，乌军无人机部队还能用于进攻。所谓的用于进攻即是用小型无人机挂载各类弹药。现今俄乌战场上，乌军机长使用的就是由无人机挂载着数个小型榴弹、手榴弹，通过步兵放飞出去，在地面操作，一旦发现俄军目标后就扔下去，对其进行轰炸。这种无人机使用方法与传统意义上的攻击无人机大不相同，有些类似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虽然大多数都是商用民用无人机，但执行的都是军事任务。
最重要的是战果相当大。根据此前乌克兰媒体的报道，有一名叫做 Skybar 的乌军士兵，隶属于乌军第10山地突击旅第108营。他在19岁便参军，今年23岁，非常擅长操作无人机。期间呢，通过在无人机上挂载手榴弹，然后让其飞到俄军阵地，精准投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他每天最多会执行超过50次任务，单天甚至能消耗掉1整箱的手榴弹。截止至今，已经消灭了超过500名俄军。而除了挂载手榴弹之外呢，随着包括 MK19在内的多款北约榴弹发射器的到来，乌军也获得了相应的配套弹药，也就是40毫米 M430系列杀伤破甲双用途榴弹。为了最大程度发挥这款性能优良榴弹的作用，前线使用多旋翼无人机的乌军，通过为其安装 3D 打印的尾翼，并修改引信保险，使其成为了无人机的新弹药。而相较于此前大量使用的30毫米 VOG-17系列榴弹， M430榴弹的杀伤能力更强，而且拥有破甲能力，能击穿76毫米厚的军制钢装甲，爆炸所产生的破片有着5米的致死范围和15米的伤害范围，可以打击俄军各类装甲目标。此前呢，有图片和视频显示，乌军使用的大量商用无人机已经开始普遍地挂载 M430系列榴弹，战术使用变得更加灵活，几乎能打击战场上发现的所有目标。甚至有视频显示，乌军无人机投掷的 M430还摧毁了俄军坦克。不仅如此，乌军呢还有一款堪称大杀器的无人机，也就是转轮手枪860。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款无人机配置有一个转轮武器挂架，能携带8枚60毫米迫击炮弹，作战航程高达20公里。基于60毫米迫击炮弹为例，一旦被击中，就可以考虑葬礼流程了。至于为何乌军喜欢使用无人机挂载小型弹药，当然是因为好处太多了。目前呢，乌军针对俄军步兵的无人机攻击，并不是在交火线上，而是在己方的控制区里。从网上流出的视频来看呢，俄军不少步兵都是在单兵坑休息时间呢被乌军无人机攻击，猝不及防。毕竟呢，俄军在控制区域内活动时，要么在休息，要么在干点别的。这时呢，乌军无人机越过交火线，由于体积小，声音小，也就比一些鸟大一些，飞高了根本听不见，雷达信号又低，期间呢再被一些树木进行遮挡，很难被发现。一旦发现俄军，一个榴弹扔下去就完事儿了。再加上这类无人机非常便宜，被打坏了也并不心疼，榴弹呢更是非常充足，让俄军伤亡惨重。虽然说无人机干扰枪也确实存在，目前呢俄军也开始装备了，但是这东西需要发现了才有用，俄军很难做到有人24小时盯着天空。因此，如果在大反攻期间，乌军无人机部队大量使用无人机投掷弹药，必然能对前线俄军造成极大伤亡，进而为前线进攻部队创造机会，说不定能取得比哈尔科夫大反攻更大的战果。只不过想要更好地执行该战术，乌军呢还需要解决弹药方面的一些问题。截止至今，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超过14个月。期间呢，乌军小型无人机在战场上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由于是在对前线俄军的打击方面，而为强化乌军无人机的作战能力，负责无人机操作的乌军士兵格拉夫和他的团队正在试图为各式无人机装备更强大的弹药，但存在的问题确实不少。首先呢，以 DM51破片手榴弹为例，虽然其权重仅为430克，但却已经是大多数商用无人机在飞行不受明显影响的情况下能携带的最大重量。问题是，仅靠一枚该型手榴弹根本无法对装甲目标造成有效杀伤。上面大兵也提到过，由于商用无人机的载重量有限，因此乌军操作员呢一直在使用 3D 打印机来制作更加轻质的外壳，而这个任务呢并不轻松。因为如果想要保证弹药下落的稳定性，就不能省去弹翼相关的部件。在重量限制之下，余下的弹头重量根本无法击穿坦克装甲。此外，另一个问题就是，乌军虽然不缺少无人机携带的小型弹药，但是各国援助的弹药种类却带来了很大的爆炸物训练范畴。对此呢，格拉夫说道，由于被来自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弹药淹没，我们需要在拆开它们前了解这些弹药是如何运作的。这个过程呢并不简单，因为一些小型手榴弹，比如说美国援助的 M433 40毫米榴弹，虽然安装的是破甲弹头，非常适合用作无人机的攻击弹药，
但是该榴弹设计时并未考虑让无人机携带，因此呢，乌军工程师必须先将其拆解，解除引信保险机制，然后再安装到无人机上。整个过程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爆炸。虽然在这期间，格拉夫的团队并未出现过致命的失误，也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出现。因此呢，在安全性方面有着很大问题。当然，尽管存在很大风险，但乌军操作员却依然坚持进行此类改装，并不停地寻找着更加适合的攻击型弹药。根据消息，他们似乎找到了一种全重不到200克的破甲弹头，对俄军装甲车辆的效果非常不错。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呢也在努力改进自己的无人机技术，现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只不过呢，由于俄军死板的军事文化和较低的士兵素质，在小型无人机的使用方面，显然更倾向于单一用途的无人机，比如伊朗的 Shell 136或者柳叶刀系列巡飞弹。相较之下呢，乌军无人机显得更加小型化、更灵活，而且能由前线部队自行改装。讲到这里，未来面对乌军大规模的无人机空袭，俄军该如何应对呢？能有效防御乌军无人机群的攻击吗？答案是只能防御一小部分，但是不能防御全部。或者说，现今没有任何一种防空系统能够抵御远程低空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俄军呢，只能尽可能的减低损失。其一呢，是尽可能的伪装己方目标。战争期间呢，乌军一直在依靠着北约各式卫星，持续获得俄军前线阵地和纵深目标的照片，并借此执行打击任务。而想要降低北约卫星的效能，最佳解决方案显然就是将其击毁，但这是不可能的。不说俄罗斯有没有攻击手段，就算有，俄军也不能用，因为这就相当于直接和北约各国开战了。这时呢，俄罗斯无法承受的。因此，只能尽最大能力改变己方重要目标的光学特征，让太空卫星无法确定它们的类型、尺寸和用途。也可以借由角反射器或者是龙柏透镜，有意增强某些物体的反射信号，借此掩盖真正重要的目标。但这种方法呢，不仅实战效果不大，而且非常耗费时间。其二呢，是提升对乌军无人机的搜索歼灭效率。例如，可以在固定桅杆和工业设施顶部部署搜索雷达，并在特定区域设置人工障碍，借此迫使乌军无人机提升高度，再由雷达发现目标，最后呢，让便携式导弹将其击落。具体操作可以参考2战期间的防空气球，这种方法呢，至今依然有效。随后则是做好简单实用的防护措施，最大程度地降低乌军无人机的打击效果。此前呢，乌军曾发布过一组照片，他们在 M109式150毫米自行榴弹炮的头顶上加挂了一层钢丝网。期间呢，一枚俄军的柳叶刀自杀式无人机对这个自行火炮阵地发起攻击，却被钢丝网给挡住了。柳叶刀撞破了钢丝网，并挂在了车体上，并未对下面的 M109造成任何损失。俄军呢，也能借鉴此种方法。不过，就算有了以上措施，俄军依然是很难应对大规模的无人机群的打击的，特别是乌军无人机挂载小型弹药打击俄军前线作战人员的这种方式。总结来说呢，随着未来乌军无人机部队的组建，在大反攻和平常作战中必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俄军如果无法找出更有效的应对方法，那么就只能被动挨打。那么大家认为乌军无人机部队还缺些什么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内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